我妈绝望地看着蛋糕店被砸，女闺蜜一脚踩在她的孕肚上，血流不止时，孕肚红光乍现。我地狱立即回头，渣爸和贱女人吓破胆，跪地求饶。我是地府头号乌鸦嘴，因生前苦业太重，被罚投胎人间将功补过。刚恢复意识，就感知到我妈正强忍着哽咽，坐在一家高级私人会所的包厢里。我爸的女闺蜜秦雨薇一张撩阴腿，高跟鞋尖差点命中要害，让我爸吃痛地弯下腰。我爸也不甘示弱，反手就去挠秦雨薇的痒痒，惹得她花枝乱颤。秦雨薇一边笑一边对我妈扬了扬下巴，语气带着炫耀：上次陈峰胃疼得厉害，还是我用胸口给他捂热的，磨得我皮都破了。我爸一边揉着腿，一边敷衍地安抚我妈：云秀，你别多想，我们兄弟多少年了，互相照顾不是应该的。我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憋着没让它掉下来。我知道她需要我爸投资才能盘下那个快倒闭的甜品店，给外公还清最后的债务。可我怒了，这窝囊气再忍下去，怕是地府都要瞧不起我们母女了。妈抄起你面前那杯热茶泼他脸上，我保证他不出这个门就得摔个狗吃屎。别犹豫，你闺女是乌鸦嘴，言出必反，灵验得很。听到我心声的楚云秀猛地一颤，惊慌的四下张望。我用力踢了踢她：别找了妈，我还在你肚子里蹲着呢。我语气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焦灼：快动手再当包子，外公的债就真没指望了。楚云秀显然还没完全消化这超自然现象，但连日来的屈辱和走投无路的绝望，让她的身体先于理智做出了反应。她唰地站起身，抓起面前那杯滚烫的茶，对准秦雨薇的脸狠狠泼了过去。包厢内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，包括我妈自己。我爸最先反应过来，一把将我妈推向回沙发，力道之大让她重重跌坐下去。楚云秀，你疯了！秦雨薇也回过神，烫红的脸上挂着茶叶沫，她眼圈一红，委屈万分地看向我爸。陈峰，既然云秀姐这么容不下我，我还是走，不想让你们因我产生误会。说着，他拿起手包，作势欲走。我爸脸色铁青，对我妈下达最后通牒：立刻给雨薇道歉。我妈却像是魂游天外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：真的假的？她真会倒霉。我无奈叹气：我的亲妈哟，现在是好奇这个的时候吗？场面话会不会说对她啊？我的心声如同醍醐灌顶，我妈终于认清现状。炮灰一、炮灰二开始窃窃私语：峰哥，这新找的女朋友脾气够辣，连秦姐都敢动。就是上个女朋友，不就是因为和秦姐顶了句嘴就被峰哥甩了吗？这个估计也长不了。我爸咬着后槽牙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楚云秀，不道歉就立刻给我滚蛋！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我妈的理智。我是你正儿八经的女朋友，你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俏，现在还要我道歉？顾晨风，你脑子被门夹了。既然他是你的贴心小棉袄，你是他的暖宝宝，那你们就锁死，当一对连体婴好了。泼他我都嫌浪费这杯好茶，他不该为自己膈应到我了而道歉吗？简直不可理喻。话音未落，我妈抓起桌上那瓶价值不菲的典藏版威士忌，毫不犹豫地从我爸头顶浇了下去。琥珀色的酒液顺着她精心打理的头发滴落，狼狈不堪。这一连串的反击行云流水，把我爸和他那群朋友都看傻了。我在肚子里默默鼓掌，干得漂亮。发泄完毕，我妈转身就往包厢外走。就在这时，我爸的手机响了：陈峰啊，听说你交了个做甜品师的女朋友，什么时候带回来给爷爷瞧瞧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。秦雨薇的眼神死死定在我爸的手机上。爷爷有空就带，我这边有点忙，先挂了。我爸语气慌乱，试图搪塞。我妈已经走到包厢门口，我却感觉时机未到，用力在她肚皮里蹦跶了一下。我妈被我这么一折腾，扶着门框干呕起来。这动静不小，自然也被电话那头的人听到了。我妈缓了几秒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会所。她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骂我：你个小冤家，是要害死我啊！人得罪光了，投资也黄了，你外公的债怎么办？我在肚子里哼唧：人是你自己要骂的，酒是你自己想泼的，怪得了我？有本事你回去继续伏低做小啊！我妈气得想反驳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伴随着重物落地的闷响。听到这动静，我妈猛地回头，只见秦雨薇四仰八叉地摔在会所光可见人的大理石台阶下，高跟鞋跟都摔断了，疼得龇牙咧嘴。真摔了！我得意地扬了扬并不存在的嘴角。都说了你闺女是乌鸦嘴，好的不灵坏的灵，现在信了吧？信了，我彻底信了。可看到远处我爸焦急地冲过去扶起秦雨薇，他又担忧起来。我爸很快打来电话，声音里压着怒火：楚云秀，你满意了？雨薇脚踝扭伤，可能骨裂了，这笔账我跟你没完。我妈咬着下唇，心里发苦，闹成这样，投资彻底没戏了。那些债，我无所谓的道，怕什么？他现在只会觉得是巧合，而且你越是硬气，他反而越会犯贱回头，等着吧。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我爸是他目前能抓住的唯一能解决外公债务的救命稻草。我担心他压力太大，缓和语气：别管他，他很快就会送钱上门，不过那点小钱不够塞牙缝，我们得干票大的。我让他先回家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果然第二天中午，我妈就收到一笔转账，我爸转了8万8，附言写着：
雨薇只是轻微扭伤，算你走运。这钱拿着，给我顾家的孩子买点好的，别亏待了。我妈气得手抖。8万8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爸的债有80万。我冷静分析，别急，这是试探，想用这点钱堵你的嘴，退回去。我指挥道。我妈愣了一下，照做了。退回去了，然后呢？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，复言一句，我的感情不是施舍。我妈手指微颤地打下这行字，发送。做完这一切，她瘫在沙发上，感觉前途一片灰暗。不到5分钟，我爸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语气明显缓和。云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妈按我的指示，冷淡回应：分手吧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你怀着孩子，别任性。我妈冷笑，怀了孩子就活该看你和你的好兄弟表演亲密无间吗？说完直接挂断。这下我妈不淡定了，天哪！我挂了她电话，这下真完了。我却老神在在，放心，他还会打来的。男人嘛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果然，整个下午，我妈的手机都被我爸的来电轰炸，但她听我的一个没接。直到傍晚，一条朋友圈推送弹出来，故事少东、顾晨风携红颜知己秦雨薇出席极限挑战慈善冒险真人秀发布会。我妈看到这条，气得差点把手机扔了。我却眼前一亮，机会来了。妈，我们也去。我妈泄了气，去干嘛？自取其辱吗？那种场合，我们连门都进不去。我踹了踹她的肚皮，谁说的？你忘了你大学室友是现在最火的综艺制片人吗？找他要个嘉宾名额，有我的乌鸦嘴加持，这真人秀就是我们的提款机，这可是名利双收的好机会。凭借我的特殊能力，保证让某些人难忘今宵。我妈虽然对冒险一窍不通，但出于对我的信任，还是硬着头皮联系了那位室友。室友虽然惊讶于她的请求，但念及旧情，加上节目需要话题，竟然真的给她弄来个嘉宾名额。到了真人秀发布会当天，我们果然在后台又碰上了那对男女。我爸皱着眉看我妈，楚云秀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秦雨薇脚上还缠着绷带，坐在轮椅上，气焰却依旧嚣张。云秀姐，我记得你连过山车都不敢坐，不会是来当观众给我们鼓掌的吧？我爸也沉下脸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妈无奈地摊手，我是受节目组正式邀请来的嘉宾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爸嗤笑，你连保险费都交不起吧？拿什么玩？我妈翻了个白眼，我有没有钱关你屁事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说完，她不再理会这两人，径直走向嘉宾休息区。我却注意到不远处一个精神矍铄、穿着中式褂子的老爷子，目光若有所思地在我妈身上停留片刻。真人秀很快开始，第一项挑战是野外攀岩。我妈完全是新手，在我的指挥下，她只是选择了最简单的一条路线，勉强完成。我爸和秦雨薇那一组却是风头出尽，尤其是秦雨薇，明明脚伤未愈，却靠着我爸和团队的帮助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，赢得阵阵掌声。我爸看着她，满眼都是欣赏。中场休息时，秦雨薇被媒体团团围住，俨然全场焦点。她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地走到我妈面前。云秀姐，你看，陈峰欣赏的是能和他并肩征服世界的女人，而不是只会围着烤箱转的菟丝花。我妈气得脸色发白，我立刻下达指令，妈，激将法，让他在下一个项目跟你单独比一场。听到我的话，我妈眼神瞬间变得坚定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直视秦雨薇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真正的强者从不靠踩踏别人来证明自己？你这么急着标榜，是不是内心其实很虚？秦雨薇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刚才那点成绩不过是靠别人帮忙和节目组照顾，水分太大，不值一提。我妈语气平淡，却字字扎心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安静下来，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。我爸走过来，不悦道：楚云秀，你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适可而止。我妈却不看他，依旧盯着秦雨薇，不服气。下一个项目敢不敢单独跟我比一场？秦雨薇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哈哈哈，云秀姐，你想自取其辱就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。我爸也觉得我妈不可理喻。楚云秀，你别闹了，这些项目你哪个玩得转？现在说回话，我当你没说过。我妈眼神锐利，谁跟你开玩笑？就问你，敢还是不敢？秦雨薇咧嘴一笑，带着轻蔑。行啊，既然你找不自在，我奉陪。我要是输了，我这次节目的全部通告费归你，怎么样？我妈摇了摇头，从手腕上退下一个成色极好的翡翠镯子。光是通告费怎么够？这是我外婆留下的嫁妆，是我最贵重的东西。我输了，它归你。看到那镯子，我爸脸色骤变。楚云秀，那是你外婆的遗物，你怎么能拿来赌？你简直胡闹！我妈不理他，眼睛死死盯着秦雨薇，跟不跟？秦雨薇玩味地看着那镯子，又看看我妈，跟。白捡的宝贝为什么不要？我再加一张80万的欠条，正好够还你外公的债，够了吧？这数额正好是外公欠债的数目。我妈心中一动，却还是摇头，不够。秦雨薇咬了咬牙，那我再加上我那辆新提的限量版跑车，这下总行了吧？一旁的我爸也突然开口，我再加200万。但是楚云秀，如果你输了，你不光要交出镯子，还要当众承认你不如雨薇，并且永远离开我的视线。我妈微微一笑，
可以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秦雨薇目光阴狠地瞪着我妈，楚云秀，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等着哭吧。周围也响起议论，跟秦小姐比，秦小姐可是户外运动爱好者。是啊，楚云秀就是个普通甜品师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我爸面色冷硬，楚云秀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道歉，然后退出节目。我妈却根本不理他，拿出签好的协议，对着导演组方向示意，开始吧。导演组看向我爸，他黑着脸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让你输个明白。开始。挑战项目是高空独木桥，架设在2处悬崖之间，下面是湍急的河流，所有人都围拢过来。秦雨薇虽然脚伤不便，但平衡能力极好，很快就在独木桥上走了大半，稳扎稳打。她得意地回头看向我妈，怎么样，云秀姐，我这速度和质量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妈站在起点，看着那窄窄的木头和下方的激流，腿肚子有点发软。她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在心里疯狂呼叫：小祖宗，这能行吗？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淡定传递意念，稳住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对他说：你得意的太早了，小心乐极生悲。我妈快哭了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信我，快说。我催促。我妈心一横，对着秦雨薇的背影喊道：秦雨薇，别得意太早，小心乐极生悲。秦雨薇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头都没回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她加快脚步，想在终点前做个漂亮的动作。我对我妈说，心里默念，让她系安全绳的卡扣松动，让她在最后一步出洋相。我妈立刻照做，心里拼命念叨。就在秦雨薇即将踏上终点平台，准备转身接受欢呼的瞬间，她腰间的安全绳卡扣不知怎的突然弹开，她重心一个不稳，为了保持平衡，手舞足蹈，脚下打滑，惊叫一声。虽然被旁边及时反应过来的安全员拉住，没掉下去，但整个人却以一种极其狼狈的姿势趴在了终点平台上，裙子都掀到了大腿根，引得现场一阵骚动和低笑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秦雨薇和我爸的脸色瞬间铁青，怎么回事？安全措施怎么做的？我爸怒吼。节目组负责人连忙跑过来处理，又是道歉又是检查设备。按照规定，因为安全设备出现意外，秦雨薇的这次挑战成绩作废，需要重来。秦雨薇气得脸都扭曲了，但在镜头前又不能发作，只能忍下。第2次挑战，她明显因为刚才的意外心神不宁，速度慢了很多，中间甚至几次摇晃，险些失足。而我妈这边，在我的保佑下步步稳健，竟然奇迹般的先于秦雨薇到达了终点。秦雨薇看着最终结果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我妈冲她挑了挑眉，承让。秦雨薇胸口剧烈起伏，从牙缝里挤出声音，不过是走狗屎运罢了。我妈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运气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，不是吗？她转向我爸，顾大少，赌注是不是该兑现了？我妈话音落下，秦雨薇像疯了一样想冲过来抢夺协议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住。我爸低声对秦雨薇说：雨薇，镜头都拍着呢，别闹得太难堪。秦雨薇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硬是憋着没掉下来。节目导演很快过来协调清场，顾家少爷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其他嘉宾和工作人员虽然想看后续，但也只能陆续离开。处理好现场，我爸扭头瞪着我妈，眼神像是要吃人。楚云秀，你老实说，安全扣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妈此刻底气十足，有了跑车和那笔巨款，外公的债不仅能还清，还能有余钱把甜品店盘下来好好经营。主动权彻底回到了他手里。他收好协议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口袋，这才慢悠悠地看着我爸。顾晨风，说话要讲证据，安全设备是节目组准备的，意外是大家亲眼所见，赌局是你们自愿参加的，怎么就成了我搞鬼？我爸气得额角青筋直跳，你一个运动小白怎么可能赢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。我妈不屑地嗤笑一声，怎么只许你闺蜜赢，不许我超常发挥？输不起就直说。她顿了顿，挑眉看着我爸，语带嘲讽，还是说，顾大少爷，你想赖账？你……我爸被对得哑口无言。秦雨薇抓住我爸的胳膊，带着哭腔，陈峰，车不能给他，那是我生日礼物，还有那笔钱，求你帮我想想办法。到这时候了，还在演。我拍着我妈的肚子提醒，妈，我爸那200万可以不要，但跑车和那80万欠条必须拿到，那是外公的救命钱。我妈心领神会，顺着秦雨薇的话说，既然你的女闺蜜都开口求情了，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。你顾大少那200万就算了，但他自己下了赌注，总不能赖账吧？这一手以退为进，简直绝杀。我爸和秦雨薇都愣住了，我妈对我爸露出一个假笑，怎么舍不得？要不我拿着这份协议去找顾老爷子评评理？你猜他是会觉得我胡闹，还是会觉得你和你这闺蜜不知轻重？我爸拳头攥得死紧，指节泛白，眼神阴鸷的吓人。好，楚云秀，你够狠。他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。车子过户需要时间，钱和欠条我会让助理联系你。秦雨薇还想说什么，我爸却已经不耐烦地拽着她离开，背影狼狈。看着他们走远，我妈表面上镇定，心里却在打鼓。这下是把顾晨风得罪死了，钱和车能顺利到手吗？
我却淡定地拍了拍他的肚子。得罪的是我爸，又不是顾家，慌什么？告诉你吧，顾家子嗣不丰，到了顾晨风这一代，更是独苗一根。现在你知道你肚子里这个金疙瘩对顾家有多重要了吧？我妈瞬间明白了什么，眼睛一亮。我接着说，所以把心放回肚子里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当务之急是拿到钱给外公还债。我妈兴奋地点头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真是妈的福星，不是妈的幸运神。说着，她就准备联系中介卖车套现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走出录制场地，我妈拿着协议，正准备给外公打电话报喜。突然，她感觉小腹一阵剧烈的下坠感，眼前发黑，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，整个人软倒在地。我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，意识仿佛被抽离，很快也失去了知觉。再次恢复意识时，我听到我妈虚弱的啜泣声。我爸冷冷的声音在一旁响起：“楚云秀，你劳累过度，动了胎气，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”我妈瞬间慌了神，在心里拼命呼喊我，可我此刻虚弱不堪，根本无法回应。我爸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平静：“医生马上安排清宫手术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或许跟这个孩子没缘分吧。”我妈没有力气说话，只能躺在床上无力的摇头，眼泪浸湿了准头。秦雨薇却趁机俯身，在我妈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楚云秀，你不就仗着肚子里有块肉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得意到头了，我的车和钱你1分都别想拿到。没了这个孩子，我看你还拿什么小账？”我妈的病号裤上已经阴出了些许血迹，此时此刻，我妈根本顾不上什么车和钱，她只想保住我，徒劳的在病床上挣扎。我爸立刻叫来医生，几个人按住我妈，就要把她往手术室里推。就在手术室门即将关上的刹那，一个洪亮威严的老者声音在走廊尽头炸响：“我看谁敢动我顾家的重孙！”声音落下，所有人动作僵住。我爸看向来人，脸色瞬间煞白：“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来的正是发布会上有过一面之缘的穿着中式褂子的顾老爷子。而我越看他，越觉得他刚才看我妈的眼神别有深意。顾老爷子大步流星走过来，抬手就给了我爸一记响亮的耳光：“混账东西，我再不来，我们顾家唯一的希望就要断送在你和这个祸水手里了。”我爸捂着脸不敢吭声：“顾爷爷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怎么会害云秀姐的孩子呢？孩子没了，我们也难过啊。”秦雨熙假惺惺地凑上前想解释，顾老爷子凌厉的目光如刀子般扫过去：“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，滚开！”我爸还想把秦雨薇护在身后：“爷爷，有事冲我来，不关雨薇的事。”顾老爷子根本不看他，依旧盯着秦雨薇：“需要我请人帮你滚吗？”秦雨薇被那眼神吓住，咬了咬牙，不甘心地退到一旁。赶走秦雨薇，顾老爷子快步走到病床前，放缓了语气：“好孩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肚子还疼吗？”我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忙抓住老爷子的衣袖：“顾爷爷，孩子，求您救救我的孩子！”顾老爷子厉刻转头，对主治医生厉声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全力保胎，用最好的药，请最好的专家。孩子要是保不住，你们这医院我看也没必要开下去了。”医生脸色为难：“顾老先生，我们刚才检查过了，楚女士腹中的胎儿确实已经没有胎心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妈瞬间崩溃：“不可能，她刚才还在跟我说话，怎么会没了？”顾老爷子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：“是谁敢对我顾家血脉下手？孩子，你仔细想想，晕倒前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？”我妈努力回想，猛地抬起头指向秦雨薇：“是她，我晕倒之前她撞了我一下，还诅咒我和孩子不得好死。”我妈激动地喊道，眼神充满恨意。我爸上前一步，脸色难看：“楚云秀，我知道你难过，但你不能信口雌黄污蔑雨薇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脸上又挨了老爷子一记更重的耳光：“蠢货，这是你唯一可能有的孩子，要是没了，我们顾家就绝后了。”顾老爷子痛心疾首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我爸懵了：“爷爷，您在说什么？”顾老爷子恨铁不成钢的摇头：“我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？我们顾家男人有遗传病，极难繁衍子嗣。要不是这个好孩子，你这辈子都可能不会有自己的骨肉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爸如遭雷击，看看我妈，又看看他的肚子，猛地冲到医生面前：“医生，我求求你，再检查一次，救救我的孩子。”顾老爷子也沉声道：“医生，麻烦你们再仔细检查一次，或许是仪器误差呢。”我妈泪流满面，嘶哑的坚持：“肯定是搞错了，我怀的是个小福星，不会就这么没了的。”医生看着眼前3位，沉重的叹了口气：“诸位的心情我们理解，但是……”听到这话，我妈绝望的闭上眼。我爸和顾老爷子也面如死灰。就在这时，我终于攒够一丝力气，轻轻动了动：“妈，先别放弃，我好像还能抢救一下。”听到我的心声，我妈猛地睁开眼，像是重新注入了活力。我听到了，孩子还在，他动了。我妈的反应让所有人一愣，顾老爷子连忙扶住他：“好孩子，你是不是太伤心，出现幻听了？放宽心，身体要紧。”我妈却紧紧抓住老爷子的手：“顾爷爷，我没胡说，宝宝真的没事，他刚才动了。”说着，我妈轻轻拍了拍肚子：“宝贝，乖，再动一下给太爷爷看看。”我无奈，只好又努力地翻了个身。顾老爷子和我爸都屏住呼吸，紧紧盯着我妈的肚子，怕他们感觉不到，我又格外用力地蹬了一脚。顾老爷子的眼睛瞬间亮了，
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，我的重孙没事，老天保佑我顾家。他猛地转头对着医生，语气不容置疑：快，重新检查，组织全院专家会诊，用最好的设备。我的重孙若有半点闪失，你们承担不起后果。医生也被这反转弄懵了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安排了最全面、最精密的检查。万幸有惊无险，我虽然被秦雨薇那一下撞得元气大伤，但乌鸦嘴的顽强生命力非同一般，总算稳住了。医生看着检查报告连连称奇，说是从未见过生命力如此旺盛的胎儿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我妈立刻被当成国宝级重点保护对象，转入顶级 VIP 病房，24小时专人看护，各种保胎营养品源源不断。顾老爷子亲自守在医院，指挥若定，把我妈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爸则想拉着秦雨薇悄悄溜走，没想到顾老爷子眼观六路，一声冷喝：站住！几个黑衣保镖立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我爸脸色惨白：爷爷，云秀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顾老爷子阴沉着脸走到他面前：怎么，你看起来很失望？我爸语塞。顾老爷子的目光转向秦雨薇，秦雨薇吓得低下头，身体微微发抖。陆老爷子没理他，直接对助理吩咐：去调后台的所有监控录像，立刻，马上。我爸还想挣扎：爷爷，没必要吧？雨薇她不会，没必要。顾老爷子冷哼一声，很快助理将平板电脑递到他面前，他只看了一眼，便直接将屏幕对到我爸脸上。监控画面清晰显示，在后台混乱的人群中，秦雨薇状似无意，实则是精准的用他那没受伤的胳膊肘狠狠撞在了我妈的后腰上。报警！顾老爷子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下令。我爸还想求情：爷爷，这一定是意外。意外！顾老爷子指着监控画面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顾晨风，你是不是非要等他把你孩子害死，你才肯醒悟？让他自己说，是不是意外？秦雨薇此时彻底慌了神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凭什么他楚云秀能怀上你的孩子？我陪了你这么多年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就是要弄掉他的孩子。还有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顾家早晚是尘封的，他爱我，他会保护我的。啪！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落在秦雨薇脸上，动手的是我爸。秦雨薇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爸，我爸气得脸色铁青，浑身发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跟我爷爷说话？顾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爷爷。给我爷爷道歉，立刻，马上！秦雨熙彻底傻了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顾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我口不择言，我错了。顾老爷子看都没看他一眼。秦雨薇又爬到我妈病床前：云秀，对不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说着，他开始扇自己耳光。我妈闭上眼，懒得看他表演。秦雨薇把自己脸都扇肿了，也无人理会。警察很快赶到，顾老爷子提交监控视频作为证据。秦雨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当场带走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真正害怕起来，死死抓着门框，对我爸哭喊：陈峰，救我！你答应过会保护我的，救我啊！我爸终究还是心软了，扑通一声跪在顾老爷子面前：爷爷，求您饶了雨薇这次吧，他只是一时糊涂。顾老爷子沉沉地叹了口气，眼神是彻底的失望。朽木不可雕也，是非不分，亲疏不辨，将来如何执掌故事？我早就告诫过你，此女心术不正，是祸非福，你偏不听。如今她险些害死你唯一的骨肉，你竟还为她跪地求情。顾晨风，你这一跪，跪断了我对你最后的期望。说罢，顾老爷子挥了挥手，保镖毫不客气地将痛哭流涕的我爸拖了出去。顾老爷子转身，慈爱地看着我妈：好孩子，我早就对这不孝子孙失望透顶，如今你怀着我们顾家唯一的血脉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随后，顾老爷子雷厉风行地联系律师和集团董事，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我爸顾晨风因品行不端、识人不明，即日起逐出顾家，剥夺其一切继承权与管理权，名下所有资产、股份全部转赠给我妈楚云秀，作为补偿和安胎费用。同时宣布，我妈肚子里的我是顾氏集团未来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外公的债务被一次性还清。顾老爷子还出资帮他盘下了心仪已久的店铺，请了专业经理人辅助经营。而秦雨薇因故意伤害证据确凿，且情节恶劣，最终被判了12年。我爸被赶出家门后，几次三番想来求见，都被顾老爷子拒之门外。后来听说他受不了打击，终日酗酒，精神恍惚，被送进了郊区的疗养院。反观我妈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有顾老爷子这座大靠山，再加上我这个小乌鸦嘴暗中相助，帮他规避了不少商业风险。他很快就在顾氏集团站稳了脚跟，那些原本等着看笑话的董事们纷纷闭上了嘴。外公的甜品店也因为背靠顾氏，生意火爆，成了网红店，分店都开了好几家。外公现在每天都乐得合不拢嘴，见人就夸他女儿有本事，顺便炫耀一下他那个还没出世就神通广大的外孙女。顾老爷子简直把我妈当成了眼珠子疼，3天2头就来探望，各种珍贵补品、婴儿用品堆满了整个套房。我妈抚摸着日益隆起的腹部，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享受着阳光，心里美滋滋地跟我聊天：宝贝儿，你这张小嘴可真是让妈妈的人生彻底逆风翻盘了。我在她肚子里舒服地伸了个懒腰，这才哪到哪儿呀？等你把我生出来，那才叫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呢。毕竟我好不容易来人间将功补过一次。
总得轰轰烈烈，把那些该收拾的牛鬼蛇神都收拾干净，才算不虚此行啊。